就在前幾天，我還跟大家聊過 ，Meta 想找 Google 多買點 Gemini 的算力，結果被 Google 擋了回來，理由是容量不夠了。一個手裡攥着幾十上百萬張算力卡的巨頭，既然會切算力，可你猜怎麼着？這才過了沒幾天，劇情整個反了過來。7月1號，彭博社甩出了一條獨家，說 Meta 要成立一個叫 Meta Computer 的部門，把自己數據中心裡用不完的算力租給外面的人。就這一句話，朋友們，就這麼一句還沒落地的傳聞，當天美股的 AI 板塊就被削掉了一大塊。Corvif 跌了將近 14%，Nebius 更狠，一天之內跌掉 17%， 市值蒸發了上百億美元。美光跌了10%多，連從比特幣挖礦轉型做算力的 Allen 那天也跟着跌了 5% 到 6%， 一個都沒跑掉。到了第二天，連大洋彼岸的三星 SK 海力士也跟着挨了一刀，而這一刀偏偏趕在了7月4號美國建國250周年那個大長周末的前腳。等你在所有人準備過節，手裡還攥着一堆科技股的時候，先給你潑一盆冷水。市場上有個聲音越傳越響，算力要過剩了， AI 的頂是不是到了？但你要是跟着這個聲音走，把這條新聞讀成 AI 見頂，我跟你說，你可能正好把因果關係看反了。先說跟你我最直接相關的一件事，如果你的賬戶裡正好握着英偉達、美光，或者隨便哪一只 AI 芯片、存儲、雲計算的股票，7月1號這天，你大概率不太好受。所以接下來的20多分鐘，我就想幹一件事，幫你把這條把很多人都嚇崩了的新聞反過來重新讀一遍。讀完之後你自己判斷，這到底是一個該獲利了結的見頂信號，還是一個被市場錯殺的上車錯節呢？我們先回到7月1號那天的盤面，這是一個特別割裂的畫面。一邊是被點名的那幾家倒霉蛋， Corvif 收在85.6塊，跌了 13.9%， Nebius 收在了229塊，跌了 17%。 這兩家是幹嘛的呢？說白了就是專門倒騰顯卡算力的二房東，從英偉達手裡拿貨，再租給需要算力的公司，賺個差價。還有芯片股，美光跌了10%出頭， AMD、Intel 也跌了7%到10%。可另一邊呢，作為這一切的主角， Meta 自己不但沒跌，反而漲了 8.8%， 收在612.9塊，一天市值多出來1200多億美元。你再看整個納斯達克的綜合指數，當天只跌了 0.33%。 朋友們，這個畫面本身其實已經在告訴你答案了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真是 AI 要夠剩了，要退潮了，那作為要去賣算力的一方， Meta 才應該是第一個被砸的才對。可市場偏偏一邊狠狠地砸那幾個賣差價的小的，一邊把主角捧上了天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市場真正擔心的根本不是需求塌了，而是別的東西。它只是被一個太順口的邏輯給帶偏了，連全球最能買卡的 Meta 都開始往外倒算力了，那算力肯定是多的沒處放了唄。這個推理聽着很順，可他偷偷的跳過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，而這一步的偷懶就是所有誤讀的根子。我們就把這個被跳過的問題擺在台面上來， Meta 拿出來租的到底是什麼算力？這就是整件事的第一個真相。 Meta 要往外租的不是它最金貴的新卡，而是老卡。這2年為了訓練拉瑪大模型， Meta 囤了多少的 GPU 呢？業內估算，光是 H100 這個級別的等效大概是35萬張到60萬張。可當它的核心模型的訓練重心慢慢轉到下一代的架構上之後，這批曾經的主力 H100、H200 就有一部分被闲下來了，進了排期的空窗期。
新一代模型換了架構之後，訓練的時候用卡忽高忽低，一個大機型經常整段的空轉。這在業內有個詞叫脈衝式的閒置。你把這批已經開始貶值，還在天天燒着折舊的老卡打包成雲服務租出去，既能把當初砸下去的採購成本攤一攤，又能憑空多出來一筆現金流，這套把閒置算力變現金的打法其實不新鮮了。馬斯克的那套算力暗盤我之前就專門拆解過，今天就不再展開了。那有人可能要問了，既然 Meta 的需求那麼旺，怎麼還會有负一的卡拿出來租呢？這個問題問得好，這裡頭有個不太被人注意的內幕。據一些內部消息，扎克伯格在內部會上其實承認過 ，Meta 的 AI 智能體開發並沒有像預期那樣跑得快，內部的重組也不太順利。這條消息我暫時沒有回到一手來源去做事，大家先當個參考聽。但它恰好解釋了那批負一是從哪來的，不是需求它了，是 Meta 自己這邊產品化和組織的調整，一時沒跟上它瘋狂囤卡的節奏，卡先到位了，能吃下這些卡的活還沒有完全的鋪開，於是就出現了階梯性的閒置。這裡還得說清一個容易搞混的點， Meta 這次要賣的是他自己建的數據中心裡那批階段性閒置的存量算力，而不是把從別人那租來的算力轉手再倒賣一道。事實上 Meta 自己還從 CoreWeave、Nebius 租着一大筆的算力，但那些合同都白紙黑字的寫死了，一直到2032年他都沒有把這部分轉租給第三方的權利。所以他真正摆上貨架的只有自家的這一份。他一邊在外面租算力，一邊又說自己有负一要賣，這不但不矛盾，恰恰說明問題不在過剩，而在錯配。自家產能一時跟不上需求，得往外租補缺，同時自家老卡又階段性的沒活幹了。所以你看，負一不等於過剩，這兩個詞只差一點點，意思卻差了10萬8千里。負一是時間軸上的錯位，是這批卡這個月剛好沒活幹了；過剩是整個行業的卡都沒人要了，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。而真正能一錘定音的證據是 Meta 的另一只手在幹什麼，就在把這批老卡拿出去收租的同一個季度， Meta 把2026年全年的資本開支指引從原來的1150到1350億美元，往上調到了1250到1450億美元。注意，是上調，不是砍。這裡我得順手糾正一個到處流傳的錯數據，網上有說是1460億的，不準。請 Meta 財報電話會議上的口徑為準。1450億美元是什麼概念呢？差不多是今年全球科技行業 AI 總投入的1/5，壓在一家公司身上。這還沒完，光是這一季度 Meta 新簽的採購承諾就多了1070億美元，總的合同承諾堆到了2380億。這些錢往哪去了呢？一份差不多500億美元的多年協議，鎖的是英偉達當下正在大規模出貨的 GB200， 還有那顆還沒上市的下一代的 Rubin 芯片。他在路易斯安那州建的那個數据中心園區，設計容量從 1.5G 瓦一路規劃到了5G 瓦，是要往裡塞130萬張 GPU 的。你再回頭看扎克伯格自己在5月的股東大會上是怎麼說的，他的原話大意是，我們現在還沒這麼幹，因為這些算力眼下還有內部的用處，但如果哪天我們覺得基礎設施建得過頭了，對外租的就是我們手裡的一個選項。而這反過來也讓我们更有底氣繼續砸錢建。你聽明白了嗎？出租這個動作在扎克伯格的嘴裡壓根不是收縮的信號，恰恰是他敢繼續擴張的底氣。說到這兒，我給你打個比方，你就全懂了。一個手頭有點緊的房東，把自己空出來一套舊公寓掛到網上出租，這代表股市要崩了嗎？
恰恰相反，這說明他手裡的現金不那麼寬裕，而且很可能是他剛剛又下單買了一套新房，得靠這套老房子的租金來回血。Meta 幹的就是這件事，租老卡、養新卡、賣存量，從來就不等於停止擴張。所以第一層窗戶紙捅破了，這不是需求鑑定，這是一次算得很精的現金流管理。但真正被 Meta 這一步棋打到七寸的，其實不是芯片廠，是另一群人。這群人就是剛才提到的那兩個二房東 CoreWeave 和 Nebius。為什麼他們跌得最慘呢？因為他們攤上了一件最尷尬的事，自己最大的金主一夜之間變成了最狠的对手。這話真不是誇張。我們來看兩張合同 ，CoreWeave 手裡握着一份跟 Meta 簽的總額210億美元的雲計算大單，一直排到2032年。這筆錢是撐起他那994億美元未交付訂單的頂梁柱之一。Nebius 那邊更大，跟 Meta 簽了一份最高270億美元的協議，裡頭120億是板上釘釘的專用容量，還有150億是 Meta 承諾兜底採購的額度。你把這兩筆加起來，將近480億美元。這就是這兩家新雲計算公司估值故事裡最硬的那塊底座。尤其是 Nebius 那150億的兜底條款，本來是拿來向市場證明自己現金流多穩的，可 Meta 一下場，這條最硬的保障一瞬間就变成了最大的風險。現在你再想想， Meta 親自下場賣算力，對他們意味着什麼？資本市場那一瞬間就想明白了。昨天還在給你下幾百億訂單的最大買家，今天自己開了一家一模一樣的店。這不光意味着 Meta 以後可以少租，甚至不租你的卡了。更要命的是， Meta 手裡那1.49萬億美元的市值托底，有廣告業務源源不斷的貢獻，它完全可以把那些早就折舊的差不多的老卡，用成本價甚至虧本價往市場上傾銷，圖的根本不是這點租金，圖的是讓開發者都能用上它的拉瑪生態。你讓一個借錢買卡賺點差價過日子的二房東，跟一個不靠這個吃飯還能長期虧得起的巨無霸打價格戰，這讓他怎麼打呢？我給你一個數字，你就更有體感了。Meta 一年花在 AI 基建上的錢，差不多是 CoreWeave 這整整一家公司企業價值的3倍。3倍啊，朋友們，這根本不是一個量級的選手。而 CoreWeave 自己的家底又是怎麼樣呢？一個季度收入20來億，增長確實很猛，可總負債堆到了500多億，光一個季度要還的利息就是5億多。這種靠債務時鐘滴答滴答硬撐着的模式，最怕的就是租金往下掉。最有意思的是，華爾街自己炒翻了。看空的這篇伯恩斯坦給 CoreWeave 掛了個跑輸大盤，目標價砍到了67塊，理由就一句話：巨頭親自下場做二房東搶生意是遲早的事。Davidson 更早，5月中旬就把它從買入下調到中性，目標價從175塊直接砍到了100塊。可看多的那邊也沒閒着，羅森布拉特咬死了買入，目標價給到了250塊。他的理由挺關鍵的，說 Meta 跟 CoreWeave 簽的那份長約裡頭，壓根就沒有把租來的算力轉租給第三方的潛力，所以 Meta 自己賣的動不了 CoreWeave 已經鎖死的那些訂單。你看，同一件事，一個說值67塊，一個說值250塊，差了將近4倍。這種量級的撕裂說明什麼？說明這已經不是一個財報數字算得準不準的問題了，而是所有人都在賭同一件事：算力這門生意到底還能不能靠倒買倒賣來賺錢？而這套把成本變成現金的打法，其實幾個月前就已經有人先走一步了。這個人你們也熟，就是馬斯克。TechCrunch 那篇報道的標題
起得特別的精準，說 Meta 正在學 SpaceX 把用不完的算力變成現金。馬斯克早就把手裡富餘的算力租給了包括 Anthropic 在內的對手。這套操作的細節我之前就講透了，今天不重複了。我想說的是， Meta 這一步根本不是他一家的心血來潮，而是整個行業正在發生的一場範式的轉移。AI 巨頭們正在把過去被看成是純燒錢的算力，從一個成本中心改造成一頭會下奶的現金牛。而且支撐這個轉變的不只是巨頭的算盤，還有實打實的宏觀數據，正在一條一條的把唱空 AI 的人的論據給拆掉。這裡有一個指標特別的關鍵，就在1年前，整個 AI 基礎設施每產生$1的折舊，對應的收入還不到$1，也就是說燒的比賺的還多。這是空頭最愛拿出來說事的證據。可現在呢，這個數字反過來了，每$1的折舊已經能對應大約$1.19的收入，算上整個生態能到$1.32。這是 AI 算力這門生意在賬上第一次真正的開始回本了。有人可能又要擔心了，那算力越來越便宜，租卡的還怎麼賺錢呢？這裡有個以前多次提過的規律，叫傑文斯悖論。大模型推理的成本這2年從每100萬 token $17一路跌到了$2左右。你以為價格下跌是壞事嗎？恰恰相反，正是這種便宜才會把 AI 的應用徹底的點爆，用的人反而更多了。那在這麼一個越來越便宜的趨勢裡，誰最危險呢？答案很清楚，就是那些只會租樓卡賺硬件差價的二房東。著名的空客查努斯說過一句很損但很到位的話，他說這些新雲計算公司本質上就是設備租賃公司。從1998年到2001年，互聯網泡沫裡那些倒騰電信設備的是一路貨色，把顯卡的壽命算得再寬，資本回報率也就是個位數。而 Meta、Google、AWS 這些前瞻的巨頭就不一樣了，他們賣給你的不是一台冷冰冰的機器，而是把芯片、模型、數據還有整套的企業服務捆在一起的一個運行環境。你看 Google 最近靠着博通的擔保，從私募信貸那邊一口氣融了$350億的債，把自研的 TPU 芯片直接變成了能加槓桿放大的金融資產。這種玩法，純粹的二房東連門都摸不着。這中間隔着的是一道二道贩子短期內根本邁不過去的生態鴻溝。所以你看，把這些串在一起看，真正該問的問題根本就不是算力過不过剩，而是你怎麼才能一眼看出哪一種才是真正的鑑定。我給你3把尺子，以後你再遇到這種把你嚇一跳的新聞，自己拿出來量一量，不用聽別人在那瞎咋呼。第一把尺，看資本開支的方向，別管公司嘴上說什麼，就看他下一年的建設預算是加還是減。像 Meta 這樣一邊賣老卡一邊把預算往上調1000多億的需求根本沒見頂，真到了要收縮的那天，第一個動的一定是預算。第二把尺，看他賣的到底是什麼，賣的是用舊了的老卡殘值，那是理財，是盤活家底。可如果哪天你看到了他開始砍新卡訂單，停止下單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警報，這兩者天差地別。第3把最簡單，看龍頭，看英偉達跌多少。7月1號那天，那麼大的恐慌，英偉達只跌了 1.25%。為什麼它這麼抗跌呢？因為在真實世界裡，好卡還是租不到的。有個租賃價格擺在那，過去半年 H200 的租金漲了 70%， H100 漲了 64%， 連2020年的老古董 A100 租金都還在漲，利用率有點降，租金卻一路往上走。這只能說明一件事，能立刻用上的優質算力依然稀缺，再加上英偉達
早就把台積電那道最關鍵的先進封裝產能鎖死了差不多60%，供給這頭根本放不開。龍頭沒崩，就說明需求的地基還在。你把這3把尺往自選股上一搭，心裡就有底了，不至於市場一喊過剩，你就跟着慌了神去割肉。跳出 Meta 這一件事本身，你會發現整個 AI 行業其實正在悄悄的換擋。前2年大家比的是誰囤的卡多，誰的算力大，那是一個只要有錢就能往裡衝的草莽時代。而從現在開始比的是另一件事了，誰更會經營手裡這一堆算力的資產，誰能在別人恐慌的時候把閒置的老卡變成現金，再回過頭去賭下一代。算力稀缺的那口紅利吃得差不多了，真正的下半場才剛剛開始。而在這個下半場裡，能活下來的從來不是卡最多的那個，是最会算賬的那個。至於 Meta Compute 到底怎麼定價，企業能不能如期的上線， CoreWeave 和 Nebius 會不会被迫的降價反擊，這些都還得再看，但方向已經很清楚了。最後還是想聽聽你的判斷，你覺得 AI 巨頭把自家的算力擺出來出租，是 AI 走向成熟的信號，還是擴張見頂的前兆呢？你又會怎麼去讀你自選股裡那幾隻上竄下跳的芯片股呢？評論區告訴我你的看法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打開小鈴鐺，咱們下期再見。